干嘛要演呢？40万民兵，主力除了27万替代役之外，黑熊镇是那边可视名利。我真的不晓得到底在搞什么东西。这次山托尔那么大的一个台风来，我们有没有看到任何人动员？没看到啊！你除了会抗议、会吵、会闹、会霸占立法院之外，真的打仗你给我看一下嘛？你要是防止社会动乱，很简单，你就恢复戒严，把黑熊部队纳入警备总部，负责平时洗脑，实施绿色恐怖。国防部枪托着地造成激发，枪托着地怎么会激发子弹？我呼吁顾立雄不要讲得好像作秀一样抗中保台，弄到半天连一个打靶都不会。这个兵是2度服役了，说怎么会不晓得关保险？你万一真的是自我伤害，那我试问一下，国军今年几件了？那到底是素质的问题，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？我觉得国防部要深切检讨，立法委员要去追究到底。合理怀疑会不会靶场 SOP 也是孤立去改掉？真的敢讲？你敢不敢面对啊你啊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昨天有士兵打靶爆头，据说是从下巴进去，脸部穿出来，但目前确切的弹道跟他到底是怎么击发，然后是他自己击发还是邻兵击发？当然，现在目前倾向知道的是自己击发。可恶的是说谎，我觉得人命关天。今天不管弟兄是什么原因死亡，那在场这么多人，你应该将整个过程真相跟社会说个明白，社会自有公断。第一个，国防部后来他自己居然讲是枪托着地，然后造成击发。枪托着地怎么会激发子弹呢？那战场的时候怎么办？我想这个从国防部高层开始就要检讨起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？国防部，你如果说没有这种本事，你为什么要叫官兵说是1年要打100发子弹？我特别第一点要讲的，部队的枪支的射击训练绝对不是靠子弹打得越多，你就可以累积出来射击的越准。那你这第一个规定就不对了嘛？我现在怀疑100发子弹有没有那么多个靶场？第二个，你这些靶场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训练你就匆匆忙忙上去打完10发，下连装子弹的看靶时间都没有，这种事根本就无效的训练，只是在浪费子弹。可是你上面拨了那么多弹药给基层的官兵，你知道基层官兵他要把弹壳交回去，对，那他就必须要把子弹抠完不可，最后结果怎么办？来不及按照程序来做嘛。所以为什么会在预备线装子弹？我自己推测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没有时间，那他为了节省装子弹的时间，他就叫兵在预备线里面把子弹都装好，3个弹药都装在子弹里面，然后让那个兵有机会好奇玩弄或怎么样。预备线装子弹是非常非常危险，你知道他这次计算好了，只打到1个人。那你如果说是横的方向打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预备线是做一群兵在下面，他可以穿好几个人呢。所以说，不管你今天国防部怎么狡辩，你就是不对。第二个，这个兵虽然说是2度服役了，比如说他对枪支应该很熟，怎么会不晓得关保险？怎么会把枪击送上膛？那为什么这种动作是训练不良，还是说有什么原因？我呼吁顾立雄，你不懂没有关系，你带一个懂得的人到靶场去看一次靶场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样，讲的好像作秀一样，学美军自己换弹夹、自己几发，我很赞成。可是你换子弹整个过程之中，一定要关保险才可以要进。所以说每一个事故都是有缘由的。我们现在义务役役期只有1年，然后你1年到底有多少时间打靶？我们有没有这么多的靶场可以供这么多的训练流入来排？这种事情从高层开始你就要检讨。所以我真的很替这个士兵喊冤，国防部居然如此公然的说谎。我跟你讲，关键是子弹怎么会到枪膛里面去？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查清楚。我觉得国防部可恶的地方是，他是觉得台湾这么多人当过义务役士兵，然后射击过，他是把大家都当笨蛋，还是说马上就忘记怎么射击？那个射击的口令，我们简直是印象深刻。对啊，你知道他们还找一些专家来帮忙洗白，有一个姓苏的，号称国防专家，我看他在电视上面讲了，我真的匪夷所思，还拿一支步枪在那边晃，这个保险没有放上去，保险叫关啦，不叫放啦。这个枪支在士兵休息的地方，那不叫休息地方，那叫预备线，枪支不能跨过去。枪支怎么不能跨过去？跨过去不会起火嘛？那枪不能乱摔，在靶场上谁会去乱摔枪啊？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连串的可恶。你既然发现这种事情，你要深痛的检讨，还死者一个公道，给他家人一个安慰，而不是找这些不懂的人，然后硬要在那边硬掰，硬替国防部解释。我觉得真的是达到一种反效果。哎呀，我怀疑他为什么会有那支枪？通常玩具枪来讲，枪口是橘色的，他那支枪口不是橘色的，是真枪还是假枪？会不会是国防部拿一支枪给他说，你帮我们国防部讲讲话，然后那个专家就拿一支枪在那边这个样比来比去，弹夹还在枪上面。所以现在部队不要光在那边吹牛抗中保台，弄到半天连一个打靶都不会。那万一真的是自我伤害的话，那我试问一下，国军今年到现在几件了？你为什么国军心理素质差到这种程度？如果说是偶尔发生一次，我觉得大家都还可以接受，是个案。那到底是素质的问题，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？我觉得国防部要深切检讨，立法委员要去追究到底。顾立雄在接受立法委员徐巧芯质询的
时候。您当过兵吗？从打靶到清枪的 SOP 是什么？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能够详细的回答。所以我现在合理的怀疑2件事：第一个，今年志愿役就退了6000人，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我们的射击教官跟干部不够，现在要接训大量的义务役的新兵，所以是不是这样子导致你在整个人力配置上出现重大问题？所以你就是所有都只能简便。第二个，需要大量射击师，因为你现在政府把两岸其实搞得很紧张，然后美国就要求增加你的实战训练的部分。那问题是你要训又训不到点，百病丛生，是不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国防部长什么都不敢回答，又没有自主性，又不敢回答，雷神出兵他也不知道，有够夸张。我现在讲这种话，我敢负责任。你相不相信？你现在叫徐小清，临时把一个军团司令叫过来，你问他 SOP， 他知不知道？现在连连长、营长、旅长都不知道靶场的 SOP， 那才真的是更严重。因为你是执行单位，昨天这种事情就很明显的，执行单位都不知道 SOP， 或者就算他知道，他不按照规则来做。其实我觉得这奇怪，顾立雄被质询，他旁边没有幕僚吗？他不知道吗？而且我合理怀疑哦，顾立雄上来不是改革掉很多军中的一些措施吗？会不会靶场 SOP 也是顾立雄？是不是你开绿灯，所以你不敢讲？你敢不敢面对啊你啊？以前我们那套做法都很安全，我在靶场最起码20-30年了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跟大家报告啊，40万民兵，主力除了27万替代役之外，黑熊正是那边可视名利，所以现在我们的政府是搞黑熊部队，比搞我们的国军还有兴趣吗？我真的不晓得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哈！你以为我们来台湾60-70年，大家都在那边混饭吃的嘛？这早就有了嘛。赖清德，你讲了半天，到底是民力还是民兵？你先解释清楚。当然，我不否认战时的时候一定要全民总动员，但是一定会先搞清楚，你到底是要帮忙国军作战，还是防止社会动乱？你要是要防止社会动乱，很简单，你就动员戡乱嘛，恢复战地政务，戒严嘛，你就把黑熊部队纳入以前的警备总部，负责戒严，对不对？实施绿色恐怖，你只要言论或者是你的出版的刊物，所有电视台全部由黑熊来接管，那心理作战，防止认知作战。我的问题是黑熊在认知作战我们吧？而且他如果说什么自愿那边好，那我问一个问题，那请问黑熊是义工还是拿钱呢？那当初我们搞这个全韧性委员会的时候，大家就质疑说，奇怪，你这个全韧性委员会怎么黑熊系的人这么多？你干嘛要演呢？有什么好演的呢？你干脆成立一个黑熊委员会，就负责平时的时候洗脑嘛，你不要去骗国人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就是名正言顺讲说，战时有黑熊部队陈柏阳当戒严警备总司令，平常批评都抓去吊路灯，这不就黑熊功能？对啊，你就这样子嘛。那这次丹托尔那么大的一个台风来，你说全民韧性，你自己讲社会遇到重大灾难，我们有没有看到任何人动员？没看到啊。跟您报告啊，黑熊部队什么时候出动最快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青鸟第一次集结第一批就是黑熊。哎，不必了啦。要去又怎么样？你除了说在政治上面会抗议、会吵、会闹、会霸占立法院之外，真的打仗你给我看一下嘛？不要说打仗了，就现在这次台风你做给我看嘛。你不要有事军人干，没事干军人，到最后都是军人去干。如果说社会走到这样，我觉得赖清德你是不是养一批党卫军、禁卫军，把自己走向一个暴君专制的那种形象？